建艦的入列，標誌着中國海軍正式開啟了從近海防禦向遠海護衛的戰略轉型。從2017年正式立項到2022年6月下水，用了5年完成艦體建造，然後歷經西裝細泊試驗後，從2024年5月1日開始第一次海試，到2025年9月完成第9次海試。期間對電磁彈射系統、舰載機起降等關鍵性能進行了多次測試，表現穩定。在服役前，福建艦的艦員和飛行員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培訓和模擬訓練，從而在服役後能夠直接接收經驗豐富的艦載機和飛行員。然而，從福建艦接過軍旗的那一刻起，一段更為艱鉅的征程才剛剛開始。航空母艦作為現代海權的終極象徵，其價值在於其能夠將一個國家的戰略投送力量至空權與之海權延伸到遠離本土的遠洋。一艘航母的服役，僅僅意味着其作為一個平台獲得了海軍的官方身份，但從平台蛻變為一個成熟的海上浮動空軍基地，並進一步整合為一個航母打擊群的核心指揮與攻擊節點，其間橫亘着一條充滿技術與戰術挑戰的鴻溝，通常需要經歷平台整合與基礎測試期、艦機融合與航空能力生成期、編隊合成與體系集成期、實戰化檢驗與全面戰鬥力形成期這4個階段，才能完成初始戰鬥力的形成。第一階段的服役初期平台基礎整合工作比較簡單，舉行正式的入列命名儀式，授予軍旗，這標誌着該艦正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單位。艦上的各級指揮員和艦員隊伍將進一步固定和優化，明確崗位職責。接着在港口深化進行細泊試驗，包括艦上電力、生命保障、損管、錨泊等系統與艦體的最終磨合，確保在出海前萬無一失。然後是與母港的後勤保障、維修物資供應體系、醫療保障體系進行無縫對接，建立穩定的供應鏈和維護流程。其中航母的損害管制是其生存能力的終極考驗，是浮动機場在面臨滅頂之災時的救命稻草。比如，美國航母在2戰期間就奠定了損管文化的基石。2戰中的富蘭克林號航母是世界海軍史上最著名的損管案例。1945年3月19日，距離日本本土僅幾十海里，美軍富蘭克林號航母遭到一架日軍俯衝轟炸機的突襲，2枚250公斤炸彈穿透飛行甲板，在機庫和甲板上爆炸。爆炸瞬間引爆了已經掛載彈藥、加滿燃油的艦載機，巨大的連鎖爆炸將航母變成了一座漂浮的火域。飛行甲板被掀開，艦島嚴重受損，全艦通訊中斷，大火蔓延至每一個角落。船上3000多名官兵，有800多人當場陣亡。艦長萊斯利·蓋爾斯上校在艦橋被毀、身負重傷的情況下，拒絕棄艦，下達了著名的不要棄船、全力救火命令。損管隊員在爆炸、烈火和濃煙中，冒着隨時可能被引爆的彈藥和燃油箱的風險，用消防水龍、滅火器甚至手搬肩扛，將未爆炸的彈藥推入海中。為了防止傾覆，艦長下令向一側的油艙注水，以平衡因大火燃燒導致的艦體傾斜。這是一個風險極高的操作，但最終穩住了船體。巡洋艦聖太妃號冒着巨大風險，幫助撤離傷員並輸送消防設備。富蘭克林號在經歷了超過12小時的生死搏鬥後，大火被控制住，它最終依靠自身動力返回了珍珠港，被譽為不沉之艦。而蘇聯航母設計強調攻擊性，但在關乎生存的損管系統上，往往不如美國航母那樣經過精心設計和勇於備份。蘇聯明斯克號與俄羅斯庫茲涅佐夫號的火災說明，如果缺乏健全的損管文化和維護體系，航母將變得異常脆弱。明斯克號在服役期間多次發生火災，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因艦載導彈發射故障引發的大火。由於損管系統設計缺陷和人員訓練不足，火勢蔓延，導致多名水兵喪生，戰鬥力長期受損。庫茲涅佐夫號在船廠進行大修時，因工人在焊接作業中違反安全規程，引發巨大火災。
結果大火燃燒超過1天，過火面積達數百平方米，造成了嚴重損傷。顯然，福建艦其龐大的體量、複雜的電磁彈射系統和綜合電力系統，都帶來了全新的損管挑戰。除了配備世界最頂級的自動化損管系統，如高效滅火器、智能火災報警、快速堵漏裝置外，損管訓練必須無限貼近實戰，不能是演戲。要模擬真實的爆炸、斷電、濃煙傷亡，讓艦員在接近生理和心理極限的環境下作業，形成肌肉記憶與團隊默契。第2階段將進行艦機融合與航空能力生成。除了測試升降機、彈藥搬運系統、航空燃油加注等航空保障設施的效率與可靠性，艦載機適配性測試是本階段的重中之重。除了測試殲 15T、殲35、空警600等各型飛機的滿油、滿彈的電磁彈射與阻攔着艦，還要進行晝夜連續起降、惡劣海況起降等24小時全天候航空作業能力，這是航母形成實戰能力的硬指標。這一時期，美國即便作為航母運用的絕對權威，其最新一代福特號航母的遭遇，也足以說明航母戰鬥力生成之路上充滿了荊棘與陷阱。儘管福特號已完成多次作戰部署，但美國海軍學會透露，其電磁彈射每彈射614次就會有1次失敗，比之前無故障彈射455次雖有進步，卻仍遠遜於設計指標的無故障彈射4166次。更令人吃驚的是，福特號目前尚未達到尼米茲級蒸汽彈射120次12小時的彈射頻率，甚至只能彈射不超過25噸的艦載機，連 FA-18F-35C 在滿載滿油的狀態下都彈射不起來，根本無法滿足戰時狀態的滿負荷運行，可能要到2027年的升級改造後才能實現。福特號航母的先進阻攔裝置也並不順手，服役早期平均每工作20次就會發生1次故障，和美海軍提出的連續降落16500架次無故障的可靠性要求是天差地別，甚至出現過3道電磁攔阻中有2道同時失效的嚴重事故。即使是看似低技術的輔助系統，福特號服役時，11部先進彈藥升降機中只有2部能夠投入使用。這種採用電磁推進技術的新型升降機，雖然移動速度更快，日常維護需求更少，即使負載高達11噸，升降速度也能達到每分鐘約46米，比尼米茲級航母上有纜繩和液壓驅動的傳統升降機能力高出1倍有餘，但可靠性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嚴重影響了彈藥從倉庫到甲板的轉運效率，成為戰鬥力的血栓。中國的電磁彈射系統雖然採用了中壓直流綜合電力系統，且經歷了陸基電磁彈射的充分試驗，但工程的成熟度還需要服役後通過成千上萬次的模擬實戰的彈射來積累。而英國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的服役歷程，展示了中等強國操作頂級航母可能面臨的更無奈的系統性挑戰。該艦最初計劃搭載 F-35C，後因成本和技術改為短距起飛垂直降落的 F-35B， 這一反覆本身就浪費了大量時間與資源。而法國戴高樂號作為美國之外唯一的核動力航母，是福建艦一個有趣的參照物。戴高樂號直接選用了凱旋級戰略核潛艇的反應堆，導致功率嚴重不足，最大航速僅27節，影響了艦載機，尤其是 E-2C 預警機的起飛效率。加之其初始階段的飛行甲板長度不足，導致無法安全起降 E-2C 預警機，被迫返回船廠切割延長甲板，造成了巨大的時間和金錢浪費。除了艦載機起降外，在繁忙和擁擠的甲板上調度滿載彈藥和燃油的飛機才是真正的危險。1967年7月29日，美國海軍弗萊斯特號航空母艦正在越南外海北部灣的洋基站執行代號為滾雷的大規模轟炸行動。這是弗萊斯特號的首次戰鬥部署，任務極為繁重。一架隸屬於 VF-11中隊的 F-4B 鬼怪2戰鬥機，正位於航母右舷後部的打擊準備區，其機腹下掛載着一枚 M34 阻尼5英寸折疊翼空對地火箭。
當時飛行員按照指令對飛機的電氣系統進行檢查。當他將開關撥到發射位置時，由於一個致命的電氣系統設計缺陷和電壓湧浪，一枚阻尼火箭在未經飛行員指令的情況下意外發射了。這枚火箭沒有飛向遠方，而是以一條近乎水平的彈道呼嘯着飛過甲板，直接命中了停放在左前方隸屬於 VA-46 中隊的 A-4E 天鷹攻擊機的副油箱。洶湧而出的 JP-5 航空燃油四處流淌，引爆了天鷹攻擊機掛載的一枚1000磅重的航空炸彈。在接下來的短短5分鐘內，甲板上發生了連續8次驚天動地的巨大爆炸，燃油像火河一樣通過甲板上的破洞和彈射氣滑槽流入了下層的機庫，在那裡引發了更猛烈的火災。這場持續了超過13個小時的大火，造成134名船員喪生，161人受傷，21架飛機被完全摧毀，43架飛機嚴重受損，幾乎相當於整個航空聯隊報銷。這是美國海軍自2戰以來最慘重的一次非戰鬥傷亡。美國海軍除了改良所有空對武器的安全措施外，更是建立了嚴格的甲板航空作業程序，建立了更嚴格的待命和準備狀態區分。飛機在非立即起飛狀態下，不得掛載已解除保險的武器，並對甲板上所有人員的移動、設備的擺放和作業流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細化和標準化。對於福建艦的服役後的航空能力生成而言，深入研究弗萊斯特號的教訓，其價值不亞於研究任何一場成功的海空戰役。福建艦完成平台整合與艦機融合後，第3階段的編隊合成與體系集成將與護航艦艇、支援艦艇及岸基、天基體系進行深度融合，通過高強度的聯合訓練，形成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福建艦將從一個強大的獨立作戰平台，淬煉為一個以它為核心的高度一體化的航母打擊群的大腦與拳頭。其中指揮控制體系的集成是所有集成工作的頂層設計，其核心是指揮關係、信息流和決策流程的確立。航母打擊群指揮官及其參謀團隊將進駐福建艦，開設海上指揮所，同時測試與優化 C4ISR 系統，確保福建艦能夠作為數據鏈樞紐，實現與護航艦艇、預警機之間的戰術數據交換，共享統一的綜合空中、水面、水下態勢圖，並測試協同交戰能力。在此基礎上，針對空中威脅，防空反導體系的集成是編隊生存的首要任務。遠程防禦方面，殲35、殲15T 戰鬥機在空警600的指揮下，前出200千米，建立戰鬥空中巡邏區，進行戰術預警，並攔截敵方轟炸機、偵察機和反艦導彈載機。中程防禦方面，由護航的055型驅逐艦發射海紅旗 9BC 遠程防空導彈，為整個編隊提供區域防空掩護，攔截突破外防區的飛機和巡航導彈。近程防禦方面，由052D 發射海紅旗 9B 和054A 發射海紅旗16負責中近程防禦，還有最新服役的遼源1號艦載激光武器，並配合各艦的海紅旗10近程防空導彈和1130近防炮，構成最後一道防線，攔截漏網之魚。整個艦隊將模擬敵方同時從不同方向、不同高度發動大規模飽和反艦導彈攻擊，考驗整個防空體系的反應速度、火力通道分配和協同效率，並在強電磁干擾環境下測試各平台雷達和數據鏈的抗干擾能力，以及從光學、紅外等備用手段獲取目標信息的能力。面對敵方的高航速、靜音的核動力攻擊潛艇和超大型水下無人潛航器，反潛作戰體系集成將編織水下獵潛網，構建多層次反潛網絡，在50至200千米的反潛外層執行攻勢反潛，由艦載直 20F 或固定翼反潛無人機負責在編隊外圍數十海里處投擲聲納浮標，或使用吊放聲納進行搜索。也可以指揮陸基反潛巡邏機進行支援，進一步擴大反潛圈。中層警戒由護航的054A 護衛艦、093型攻擊核潛艇、
和由其作為母艦指揮的多個無人潛航器負責，利用艦橋聲呐和拖曳陣列聲呐進行持續監聽。內層防禦由各艦的艦橋聲呐、魚雷誘餌系統和負責艦敵守護的無人潛航器負責應對突破內外層防線的敵方潛艇和無人潛航器。一旦發現可疑水下目標，反潛直升機、反潛無人機、水面艦艇、攻擊和潛艇和無人潛航器需立即協同進行定位、分類、跟蹤和模擬攻擊。福建艦的指揮中心需協調整個列潛行動。不過，要構建一個滴水不漏的反潛體系是極為困難的。在整個冷戰期間，蘇聯攻擊和潛艇跟蹤美國航母戰鬥群是常態。其中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多艘維克托級和潛艇曾多次成功突破美國航母的反潛防禦圈，進行了長時間的跟蹤和模擬攻擊。這些潛艇會利用海洋水文條件，比如溫躍層形成的聲影區，會使聲呐信號發生彎曲和衰減，而航母編隊自身產生的巨大噪音是完美的掩護。再加上戰術耐心，從而在護航艦艇的縫隙中尋找機會。中國039型 AIP 靜音潛艇也曾在2006年10月在日本沖繩附近海域，經過長時間的潛伏，突破了演習的美國小鷹號航母的反潛防禦圈。這艘潛艇在足以對小鷹號發動魚雷和反艦導彈攻擊的射程內突然浮出水面，這才被美軍發現。可見，即使在其最鼎盛時期，被嚴密保護的美國航母戰鬥群也絕非無懈可擊。潛艇這種隱蔽的水下殺手，始終是其最大的威脅。福建艦航母編隊必須將反潛作戰置於最高優先級，不僅需要發展多層次、持續性的反潛能力，更要極度重視海洋水文調查，做到知己知彼，既能利用環境保護自己，也能預判敵人的利用方式。在航母戰鬥群的進攻能力方面，針對超視距反艦攻擊，由天基偵察衛星空警600或前出的戰鬥機發現敵方水面艦艇，通過數據鏈將目標信息實時傳遞給攜帶鷹擊21等高超音速反艦彈道導彈的055驅逐艦，或掛載鷹擊空射反艦導彈的艦載機。演練多艦機平台從不同方向，在不同時間對同一目標群發動協同飽和攻擊，以突破敵方的防禦體系。針對對陸精確打擊，由艦載機殲15T、殲35掛載精確制導炸彈巡航導彈，在電子戰飛機的掩護下，對敵縱深高價值目標進行打擊。測試從任務規劃、彈藥掛載、起飛、途中導航、突防、攻擊到戰損評估的全流程。後勤保障體系是維繫航母戰鬥群的生命線。福建艦將進行海上補給演練，與901型大型綜合補給艦進行高強度、多科目、複雜海況和夜間條件下的陌生遠洋海域的橫向和縱向補給，特別要模擬在敵方威脅環境下進行燃油、彈藥等快速補給，縮短暴露時間。編隊和成語體系集成期是福建艦戰鬥力生成過程中技術複雜度最高、組織協調最難、跨越時間最長的階段。它考驗的不僅是中國海軍的裝備水平，更是其組織文化、戰術思想、人員素質和制度規範的全面現代化。最後進入福建艦戰鬥力生成全過程的最終章，也是最接近實戰的巔峰階段。實戰化檢驗與全面戰鬥力形成期，這一階段的核心目標是將此前訓練中獲得的能力轉化為在高壓、複雜、不確定的實戰環境下必勝的把握。通過高強度、高複雜度的無限逼近實戰的紅藍體系對抗演習，對航母打擊群的作戰計劃、戰術戰法、人員心理、裝備極限和後勤體系進行全方位、無預案的壓力測試，並最終通過官方認證，宣告其具備應對最高強度軍事衝突能力。和平時期的最大風險在於低估戰爭的殘酷性和消耗性。紅軍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尋找並攻擊藍軍福建艦編隊的弱點，會模擬使用 F-35級別的隱身機構成威脅，運用電子戰飛機實施電磁頻譜壓制，
動用攻擊和潛艇進行水下伏擊，甚至模擬使用隱形反艦巡航導彈進行飽和攻擊。在模擬戰爭初期最關鍵的96至120小時期間，福建艦航母編隊需要維持最高的日出動架次率，對敵縱深目標進行打擊，並維持高強度防空反潛作戰。另外，進行遠洋實戰化部署也是进行戰鬥力評估的重要方式。比如，英國伊麗莎白女王號在2021年進行了首次全球部署，通過與多國聯軍協作，穿越敏感海域，應對他國艦機的監視與挑釁，在真實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檢驗了其初始作戰力成果。然而，隨行的45型驅逐艦鑽石號卻因在熱帶海域導致中壓交流綜合電力系統故障而退出編隊，暴露了其在持續作戰能力和戰場適應性上的嚴重短板。而俄羅斯庫茲涅佐夫號在敘利亞的部署，非但沒有展示其戰力，反而是一次問題大曝光。從艦載機墜毀，再到依賴遠洋拖船保障，最後因船廠事故徹底喪失戰鬥力。他從反面證明了沒有經過嚴格實戰化檢驗和完備後勤支撐的戰鬥力是虛假和脆弱的。實戰化檢驗與全面戰鬥力形成期，是福建艦邁向世界頂級航母的最後1公里，也是最艱難的1公里。它不再是技術的比拼，更是體系、意志和文化的終極較量。福建艦從服役入列到形成全面戰鬥力，預計至少需要3至5年時間才能達到可與美國成熟航母打擊群抗衡的全面作戰能力。沒有哪一艘頂級航母能夠繞過這條充滿荊棘的道路。航母的真正力量不僅在於其噸位之巨與技術之新，更在於其體系融合之深與人員素質之高。福建艦的未來必將經歷無數次暗夜中的逐漸複雜電磁環境下的對抗與幽靈潛艇的周旋，以及在極限壓力下的決策。唯有經過這般千錘百煉，它才能徹底跨越從存在到能力的鴻溝，從一艘象徵性的平台蛻變為一個可信、可靠、可戰的體系核心。星辰大海，征程在前，福建艦的每一步跨越都將是書寫歷史的嶄新一頁。